欢迎来到一个关于钱及个人成长的频道。大家好，我是欧爸，这里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学校不会教，而成功人士都会有的财商思维及有关个人成长的行为心理学与优良书籍。你有听说过有人因为打工赚得盆满钵满而达到财富自由的吗？就算有的话，也要同时有好几种投资项目，前提是这些投资项目都要能长期且稳定的获利为你带来被动收入，而这些被动收入还要远远大于你的生活开销，就算不工作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能会说，我一个人生活开销又不大，一个月只要有$1000、$2000就能达到财富自由了。那是当然，但你永远都会是一个人吗？会不会遇到成家立业的问题呢？会不会遇到买车买房的问题呢？会不会突然有什么状况需要一大笔钱呢？如果会的话，那是不是达到财富自由的门槛就要加高了？其实要摆脱贫穷达到财富自由最好的方法就是创业。创业除了为你的心境带来极大的转变外，也是快速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而成功创业的方法有千百种，但失败的创业原因都很相似。今天我总结了3个创业失败的原因，也是导致绝大多数创业者失败的原因。如果你有打算在未来走上创业这条路，或是自己已经在创业的路上了，那就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因为只有当你充分了解了创业会失败的原因，才能有效地帮助你在路上避开这些坑，而顺利地到达成功创业的目的地。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或是喜欢这类的影片，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免费分享富人、有钱人、企业家的财商思维，以及我所阅读过的一些好书，让你用10分钟快速得到这些资讯。我们想成功创业，千万不要轻易听取别人的意见。这里的别人是指该领域的专家之外的人，比如你今天想要提高学习成绩，那你该去问谁？学霸吗？你会去问一个学习成绩跟你差不多的人吗？比如你今天想交女朋友，那你该去问谁？当然是一个恋爱经验丰富的人。你会去问一个跟你一样是单身狗的人吗？所以我们今天想做好一件事情，想听听他人的意见，就去问该领域的专家。这就是所谓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这个逻辑大家都懂吧？那为什么今天你想创业，结果你去问的人都是那些没创过业或是创业失败的人，尤其是你身边那些亲密的朋友、家人。你想想，你有没有曾经有过想做一件事，然后去询问家人、朋友意见的经验？那结果呢？得到的意见是不是都在打击你的信心？尤其是有关创业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无外乎是：你在开玩笑吗？你在做梦吗？创业九死一生，你确定吗？如果是家人的话，那得到的答案是不是更犀利、更一针见血？现有的工作稳稳的做就好，没事干嘛去学人家创业？你实际一点好吗？都老大不小了，还净想一些有的没的。听说隔壁小王去年创业赔了不少钱，你能有责任一点吗？都没想过如果失败了怎么办？90%的人都会得到类似答案。在普通家庭长大的你，不知不觉的就在 YouTube 上喝了不少鸡汤，内心好不容易燃起一点点创业的小火苗，准备为了摆脱日复一日打工的贫穷生活而做准备，结果刚刚燃起的小火苗马上被泼灭。这桶水还是冰的，冰的让你火热的心都凉了起来。除了创业外，只要是跟钱有关的，比如投资啊、股票啊、外汇啊、房地产等等，我想都会得到类似的答案。因为轻易去听取他人意见，而导致创业失败的原因主要有3个。1、害怕被批评。一个人自我意向的形成是离不开别人的经验。比如说，小时候父母怎么看待孩子，在孩子内心就会形成一个自我的意向。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来看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害怕别人的否定，其实是想通过别人的肯定来建立好的自我。每个人都是渴望被关注、被肯定、被欣赏的，这是每个人潜意识当中的一个需求，也是普遍性的人性需求。我们只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肯定和欣赏，就会建立稳定的自我价值感，让自己获得一种自尊。在人际关系上，也会因为得到别人的支持而获得一种归属感，团体的力量感，就不会被孤立。这也是我们战胜一些困难的力量源泉。因为以上的原因，我们就会习惯性的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欣赏，自然变成一种无意识的动力和习性。然而，这也为我们带来负担，这会让我们太在意别人的评价，把别人的要求和标准当做自己的行为的准则，而失去自我。这也是很多人才刚萌生出创业的苗头时
还来不及浇水撒肥料就被拔掉了，就是因为害怕被批评、被否定，害怕被贴上不成熟、不负责任、不切实际的标签。所以我们在意别人的评价时，更要重视自我的肯定和欣赏，这才是人格成熟的必经路程。2、自我怀疑。和所有习惯一样，自我怀疑可能来自于童年，可能来自于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可能来自于求学过程或是求职阶段。比如童年常被欺负，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很弱小，不然为什么一直被欺负？在成长阶段常被指责，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能力很差，不然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小时候父母因为犯了某个错误，导致长大后会很害怕自己也会犯父母曾经犯过的错误。如果你经常怀疑自己，那你如何会相信自己可以取得成就呢？自我怀疑的方式常以2种方式呈现：自我毁灭与犹豫不决。自我毁灭就是破坏自身的目标与价值，比如说你成功节食，运动了2个月之后，你连续3天暴饮暴食，大吃垃圾食品；又比如说你长时间储蓄了一段时间后，你就去百货公司逛街购物，大买奢侈品。犹豫不决是指你经常连一件微小的事情都很难做出决定，比如晚餐要吃什么，比如要买哪一件衣服。你会害怕自己做了决定后可能会产生的负面结果，所以你会希望让别人来做决定，这样你就不必对结果负责，因此不视重负，减轻了自己的焦虑。我们在面对创业的小幼苗时，如果不去浇水撒肥料，而是因为要浇多少水，要撒多少肥料，要先浇水还是先撒肥料，这些小事犹豫不决，一直没有行动，那么这小幼苗迟早会枯萎。所以我们在面对自我的怀疑，也就是犹豫不决的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接受它，告诉他你不怕它，然后就专心一致，更积极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3、害怕失败。很多人害怕失败，害怕因为失败而浪费时间，但你知道吗？当你因为害怕失败而踌躇不前，就已经是在浪费时间了。好，就算你今天失败了，你也会因此得到宝贵的经验，不是吗？而且我觉得只要你还没停止尝试之前都不算失败，只是还没成功而已。只有当你决定放弃时，这结果才会宣告失败。汤马斯·爱迪生在发明灯泡后，有记者访问他，请问失败1000次是什么感觉？爱迪生不以为然地说，我没有失败1000次，只是发明灯泡需要1000个步骤。当时我看到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自然就记在心里面了。之后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遇到挫折，想想这句话，就都能从容面对。创业的小幼苗在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大风大雨，如果我们没想办法替小幼苗遮风挡雨，那它最终肯定是无法顺利成长茁壮的。有几个小故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1、狗狗实验故事。1967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将一只狗狗关在一个备有电击装置的笼子里，然后对狗狗施予轻微的电击。要电击之前，警铃会先响起。一开始，狗狗会想尽办法逃离笼子，但四处碰壁，最后只能被电到倒地呻吟发抖。几次实验后，随着电击次数的增加，狗狗挣扎的强度也越来越低，到最后也不挣扎了，就默默地忍受电击。接下来，马丁将实验做了些微调整，笼子的门是可以轻易推开的，而警铃响之后不会再有电击了。最终的实验结果是，当警铃响起之后，狗狗不但没有逃跑挣扎，反而倒地呻吟发抖。后来，马丁将这个心理状态称为习得性无助。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所说到的习得性无助理论，好像更常发生在我们人类身上？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学习，却一直学不好，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比别人还笨。比如我以前还在求学的时候，化学成绩很差，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经过几次考试后，看到化学就直接放弃，宁愿把时间拿去投资在其他科目上。而这个故事最终的实验并没有电击，对吧？只要狗狗的心里有想要逃离这个笼子的念头，有想要再尝试一次，那么狗狗是可以很轻易的逃离笼子的。2、大象被绑故事。在动物园里，多数的大象在幼小的时候就会被训练师用一条绳子将大象的其中一条腿绑在一根铁柱上。刚开始的几天，大象会试着挣扎弄断绳子，但几天后，大象发现自己无法挣脱被绑住的绳子，然后就会放弃挣扎，并且乖乖地待在狭小的活动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进，大象已经长大成可以轻易弄断绳子的庞大身躯了，但大象却一点也不想挣扎逃脱。这个故事是不是跟前面的狗狗实验故事很像？你试着想想，
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朋友？不论他多么努力，却总是失败，然后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进而让你觉得他是个没自信的人。习得性无助这个现象，也会在小孩的教养上面呈现。比如我这个人比较重视小孩的生活习惯及礼貌，对小孩也比较严格，所以当他们犯错时，我就会处罚他们。而你也知道，小孩嘛，活泼好动难免，却因为这样常常挨骂，长久下来就会变得比较自卑，因为不知道哪些话该不该说，而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怕自己会不会因此说错话而挨骂。当我发现这个问题时，真的有点吓到，就赶紧改变自己的教养方式。啊，好像有点离题了。话说回来，当一个人常常挨骂时，那么他大概率会变得比较自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力很差，什么都做不好。3. 猴子挨揍故事。一开始笼子里只有2只猴子，旁边放这几条香蕉，只要其中一只猴子过去拿香蕉时，2只猴子都会同时遭到电击。久而久之，这2只猴子就再也不会去拿香蕉了。然后研究员又把新的猴子放进这笼子里，新的猴子看到香蕉就本着天性去拿。此时原本被电击过的2只猴子就立刻对想拿香蕉的猴子进行攻击。几次后，不论研究员放进多少新的猴子，只要有任何一只猴子想去拿香蕉，就会被其他猴子攻击。有趣的是，当研究员把一开始有被电击过的2只猴子带离这个笼子，其他后来才加入的猴子仍然会坚守这只要去拿香蕉就会挨揍原则。哎，你有发现这个故事也跟前面2个故事很像吗？因为这个习得性无助理论运用到的范围很广，可以运用在动物、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故事里最原先有被电击过的那2只猴子就是我们的长辈，其他的猴子就是我们。而香蕉就是创业，电击则是创业会遇到的挫折。这样比喻的话，你有发现这根本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写照吗？当我们看到创业的机会想去执行，就会被曾经创业过因遭遇挫折而失败的人，或是没有创业过但听着其他人说创业很困难，创业九死一生的人，在我们还没行动，只是说出我们的想法时，就马上会遇到挫折。这个挫折不是来自创业的艰难，而是来自其他人的冷嘲热讽、冷言冷语，直接的打击你的自信心，都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从猴子挨揍的故事里，你可以找到成功吃到香蕉的方法。你可以试着去尝试说服其他也想吃香蕉的猴子一起去抢夺香蕉，也可以不畏艰难的去抢夺香蕉，但这2种方法都很困难。前者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就有思维很难去改变，后者则是你会被揍得体无完肤，但其实经过一番努力还是会成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让其他猴子知道我想吃香蕉，我会默默地找机会去抢夺香蕉。只有我成功吃到香蕉，其他猴子就会发现其实吃香蕉并没什么困难，就会跟着一起吃了。你还有其他可以吃到香蕉的方法吗？请留言告诉我。从习得性无助理论上可以充分地体现出创业会失败的3个主要原因：害怕被批评、自我怀疑及害怕失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创业千万不能轻易听取别人的意见，我们只能从已经成功创业的人，或是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身上得到这些意见。当然，我们要先具备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那我们要如何克服害怕被批评、自我怀疑及害怕失败这3个心理因素呢？从现实方面来看，我们要先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投资自己的脑袋。而当我们的能力变强了，脑袋的知识变多了，这时还会怕没自信吗？从心理素质方面来看，我觉得比起外在因素更为重要。强健的心理素质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根本，也是我们遇到挫折坚持下去的动力。这里我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思考致富》，作者是成功学之父拿破仑·希尔，里面有提到可以靠培养乐观心态及心理暗示来克服这些心理障碍。渴望是所有成就的起点，而有了目标就要去行动，只有行动起来才可能成功。所以当你有了创业的想法，确定目标后，就赶紧去行动吧。但记得要下定决心后就默默地做，不要告诉你身旁最亲近的朋友及家人，只有在成功之后，你的创业举动才会被认可。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一些启发，或是能对你日后的生活有一丁点帮助，就请你不吝啬地为这部影片点赞，并无私的分享，给个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成长。如果你还想免费得到更多这类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资讯，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那我们下一期再见。